Hey guys, this is Ivy and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大家新年快乐！虽然日本没有在放年假，很可惜的，但是我还是很配合的，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擦了红色的口红，跟大家一起过新年。我在日本已经搬了三次家了吧，搬了3次家。然后这个公寓我觉得会住的比较久，至少会住到契约满。所以今天呢，要来给大家做一个 Tokyo Apartment Room Tour。Welcome to my apartment. 这里呢，就是我家的玄关。我觉得日本公寓的玄关通常都比较窄、比较长一点，然后进来就会看到鞋柜，旁边通常就是厕所这样子。我家的鞋柜呢，我觉得是还蛮多层的啦。但是你知道女生鞋子就会很多，所以放不下。所以我在日本的大创呢找到了一个神器，就是这个，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卖？这个一个才100日元，就大概30块台币左右吧。它有更便宜的，但是这是比较宽版的。然后你这样放进去呢，鞋子就可以这样子叠着放，你就可以省下1半的空间，我觉得还蛮赞的。但是我这样子摆，它还是放不下我的鞋子，所以我的鞋柜就有点乱。OK， 这是我的鞋柜，然后呢，旁边就是厕所。你现在听很安静，对不对？有没有很吵？为什么呢？就是它的抽风机。日本很多 apartment 里面都规定你的抽风机要24个小时都开着，就像我浴室的是关不掉，但是厕所是可以关掉。然后今天为了录影，我们就把这个关掉吧，不然它实在是太吵了。我家这个 apartment 呢还不错，就是它是有免治马桶的，就是有这个，你可以洗屁股啊，然后可以让你的那个坐垫是温的。坐久了会有点烫，所以我通常不会开，而且我也没有在自己家里用过免治马桶。大家会喜欢用免治马桶吗？我这边就放一些清洁用具啊，像Costco 买的，上次我的 Costco video 里面买的洗衣精，然后还有 Bounty 卫生纸，就放在这边。OK， 所以我们的 next stop 呢就是浴室，浴室就在厕所旁边，就在这边。你会看到我浴室这边有一个我从 IKEA 买的小凳子，它才1000块日币而已。为什么会有这小凳子呢？就是因为我来日本之后，很多大澡堂嘛，大家都喜欢坐着洗澡，所以我在自己的家也开始习惯坐着洗澡。然后日本浴室都会有一个这个东西，你看24小时换气，开到标准的话就会很吵，有没有？非常吵，然后你可以把它一时停止。我这个 building 呢是没有办法让你就是 always 把它停下来的，所以你一时停止，它可能过了大概1个小时之后，它会又自动开启。然后它这边还有其他功能，就是你可以开干燥的风啊、凉风啊、暖风啊，或是换气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外面在下雨的时候，我衣服就会吊在里面的那个杠杠上面，很方便。然后就开一个干燥或是暖风，这样就衣服就会干很快。浴室出来呢，对面当然就是洗面台啦，所以你就是洗澡完之后就踏在毛毯上面，然后在这边就可以梳妆打扮。所以我所有的个人用品都在这边，我的化妆水啊、弄头发的啊、椰子油啊、化妆品啊、面霜啊，还有一些隐形眼镜的用品，全部都在这边。然后下面就是我的储藏柜，里面放了一堆东西。洗面台旁边呢就是洗衣机啦，在这边。日本很多洗衣机都是放室内，不知道大家的洗衣机是放在室内还是室外？像我在台湾的家，洗衣机是放在就是阳台的地方，然后以前大学的时候洗衣机也是放在阳台，但是我到东京之后发现很多 apartment 里面就是玄关旁边呢都会有一个给你放洗衣机的台子，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我的洗衣机上面呢就放了一个超级无敌大的化妆包，这样子我早上在这边化妆的时候呢就很方便，随手从这边拿化妆品就好了。OK， 那我们的玄关部分就这样结束，我们接下来去客厅、厨房跟房间。这里呢就是我的 main area， 就是我的厨房、客厅跟房间。然后这里呢就是可能大家都有见过它的马路墙，它也是家里的一份子，对不对？马路墙 ，OK， 好啦，好，让你回去睡觉。
那等一下再来找你。那我们现在先进我的房间。OK， 进到我的房间呢，这个就是衣柜。其实我觉得身为女生，我的衣服应该没有很多，就是这边夏天、冬天跟连身裙。然后跟我，因为我不想要看到它很乱，所以我用围巾把我的一些外套什么都遮起来，就是一个逃避现实的概念。然后这边呢，应该很多女生都有吧？无印良品买的亚克力架，就是可以陈列你非常多的口红，更多口红，还有香水。然后我的一些乳液啊，就摆在这边，跟我的一些书。然后这个呢是 Daniel Wellington， 大家有在用 Daniel Wellington 吗？其实我今天手上戴的也是 Daniel Wellington 的手环，这是 Daniel Wellington 这次赞助的一个情人节礼盒 I Love You Box， 里面打开呢，锵锵，就是有手表，一个小别针，等一下会戴起来给大家看。跟其实这个我手环原本应该是要放在这边的啦，但是因为我觉得它这个盒子，丢掉很可惜，它很有质感，所以我就把我一些耳环啊什么，就是放在这里面，有没有很漂亮？就是可以当做一个饰品盒这样子。那接下来呢，就是我的床，我的床超级舒服的。我以前住的公寓呢，都是比较小的公寓这样子，然后我就上网查要怎么让小公寓看起来比较大。然后他们就说要让小公寓看起来比较大呢，就是要用矮的家具，所以我以前睡的床这么矮，我是靠近地上这样子的。然后呢，我最近也不是最近啊，就是去年买了一个床垫，它是 Australia 的一个叫做是叫 Koala 吗？还是什么牌子的一个床垫，它非常好，然后很高这样子，躺起来就很舒服。然后对，一个枕头，两个枕头，三个枕头。第三个枕头呢，我已经用它用很久了，因为我一定要抱着它我才可以睡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有这样子的怪癖？OK， 另外呢，就是对女生最重要的衣柜啦。你们看到这门，你就会觉得天啊，这衣柜很小，对不对？没有错，这个衣柜就是很小，就只有这样子而已。我的手进去就到底了，你看，就是这么的浅，这么的浅，所以有没有觉得我其实衣服算是已经很少的了 ？OK， 接着我们到客厅去。接着呢，客厅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小米机器人，非常非常好用，跟它旁边的加湿器，因为日本实在是太干了，所以你不用加湿器的话，皮肤会很干，会很痒，你就一直去抓。OK， 这边呢就是我的冰箱。最近比较少买菜，所以里面只有一些豆腐、纳豆跟啤酒，赶快把它放起来。然后这个呢是我Sharp 的水波炉，它买起来那时候有点稍贵，但是我觉得它非常好用，就是 CP 值很高。它可以烤啊，可以蒸啊，可以就是加热的东西啊。我很常在里面就是煮一些像千层面啊，还是焗烤之类的东西，非常好用。OK， 旁边就是我非常重视的厨房的部分。我那时候在找公寓的时候呢，我就一直很坚持，就是觉得说我的厨房的这个炉子啊，一定要有3个，然后炉子的部分就要这么大，琉璃台就要这么大之类的。但是后来发现我的预算租不到这样的房子，而且日本很多公寓都是可能比较简约一点，所以有2个炉子，而且它还是炉子，它不是电磁炉哦，这样已经算是比较少一点了这样子。然后琉璃台就是比较小小的这样子，很 compact 的一个感觉。然后一些我平常在用的一些spices 啊，然后就是有的没的这样子。OK， 来到这一区，大家可能有看过，就是我的咖啡机，我的热水炉吗？还有，因为我办了一个 Christmas party， 然后那时候剩下来很多的零食。我其实平常不吃这么多零食的，但是因为那时候大家很捧场，带了很多吃的来，所以就堆了一堆零食啊。还有台湾带来的茶，每次回台湾一定要带茶回来。我真的比较喝不惯这边的茶。然后我的一些那个什么啊，煮饭机吗？煮饭机 ，rice cooker， 然后还有一些碗盘，就都在这里面。OK， 接下来呢，到我念书的地方，就在厨房旁边，就在这边。它这个其实原本是我的餐桌啦，对。
但是因为我现在那边放了沙发，所以这就改成我的念书的桌子。然后这是我的 Mac， 我其实这个 Mac 应该买了快1年了吗？半年多有了吧。然后这个膜啊什么我都还舍不得拆下来。然后我的同学都说我是神经病，但是我就舍不得拆。我很喜欢这个位置，因为旁边就是阳台。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太阳？这个 sunlight 很赞。就是平常我今天是拍片，所以电灯有开着，但是平常其实电灯不开着哦，它都非常的亮，因为它窗户非常大片。这就是我最爱我的 apartment 的一点，就是它的 sunlight。对 ，OK， 这个呢就是我念书的区域。但是念书的区域很容易到哪里？就是到我休息的地方。这一区呢，应该是除了我的床之外，我这个整个 apartment 我最喜欢的一区，因为窗户就在这边。有时候夏天的时候，太阳大的时候啊，就是躺在这边晒晒太阳，就跟马鲁一样，躺在这边睡个午觉，很舒服。然后，而且我吃饭，我大部分是会在餐桌吃的，但有时候就可以到这边这样子吃，然后就可以边看电视啊，边吃饭之类的。然后我想说之后可能有一些拍一些影片啊，像上次的那个英文的那个影片，就可以在这边拍，这样我觉得光线还不错。这一边呢，就是马鲁的猫塔啦。我觉得很聪明的是，我把它的那个猫抓棒啊，猫抓棒，马鲁已经在看了，马鲁在看，你看，好好笑哦。好啦，现在不是跟你玩的时候，收起来。我没有办法跟他玩的时候，我就会把它这样子贴着，这样子，然后他就会自己就是来这边抓一抓、玩一玩之类，就可以自我娱乐。然后这边呢，就是我的这是什么？这算展示柜吗？它其实应该是也不算是电视柜啊，但是我的电视大荧幕就放在这边，跟我无数个 Minion， 我就是一个 Minion fan， 对。然后这边呢放我一些什么保养品啊，一些维他命啊之类的，就像最近常在用的雪肌精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Daniel Wellington 的表啊什么的，这个表也很好看，大家看一下，是红色的，这是红色的 Daniel Wellington 的表，刚刚那个是黑色的，就可以依你那天穿的衣服啊什么做不同的搭配，对。然后还有这个是欧舒丹吗？这叫做我不知道这英文怎么念这叫欧舒丹对不对？的一些 hand cream 啊什么的，我就都放在这个柜子里面。这个柜子里面也有马鲁的零食在这边，所以我每次这柜子一打开，他就会很兴奋，他以为我要喂他。现在不是喂你的时候，来，我们把它关起来。OK， 那我的 room tour 就到这边结束。感觉好像没有很长，因为我的 apartment 大概也就好像40平方米左右吧。然后我的租金是15万日币左右，比较偏贵一点点，因为我住的比较市中心。但是那时候就决定要住下的原因，就是真的就是因为这片窗。因为我看了很多 apartment， 很多日本的这些公寓，它都是属于比较长窄型的，然后可能窗户就是只有一片啊，就是在阳台那边，所以到客厅或到房间都晒不到太阳，然后会觉得有一点点就是住起来会不开心这样子。所以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看到这个 apartment 就是当场 fall in love， 因为它的窗户实在是太大片了。到下午可能大概4、5点左右啊，再开灯都还蛮亮的这样子。另外呢，刚刚有跟大家说我房间那个 Daniel Wellington 的礼盒，对不对？里面还有一只表跟一个小别针，现在就来带给大家看。我觉得很特别，因为我平常是一个不戴表也不戴手环的人，我戴耳环，就是我耳环很多。然后，所以我收到 Daniel Wellington 这个礼盒的时候，我有点紧张，我不知道我戴起来是不是好看的。可是我戴起来我真的觉得超好看，因为我习惯手上没有东西嘛，但是他们的表啊跟他们的手环就是这样子细细的，然后我觉得还蛮适合我的手腕。然后这次情人节礼盒里面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小东西，就是这个别针。然后我原本以为这个别针是插在衣服上面的，怎么想都想不通。但是我后来发现呢，它这个别针就是给你插在这个上面。
有没有很可爱？说明文里面呢有 Daniel Wellington 这次特别提供的一个优惠码，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买情人节礼物给你的男朋友或是女朋友或是你的老公老婆的话呢，不妨可以去 Daniel Wellington 的网站看一下。连我平常不戴这些手环啊首饰的人，我都觉得超赞的。我这个手环已经就是我看我上个礼拜收到这个礼盒的，我1个礼拜已经戴3天了。这个手环真的非常好看，我超级无敌爱。OK，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希望大家有喜欢我一个很简单的我的 apartment tour。如果大家喜欢这一类型的影片的话呢，不要忘记在下面留言告诉我，然后要点赞、订阅、加分享。我每次这一段都讲得很不顺，点赞、订阅、加分享。然后 I will see you guys in the next video. Bye guys!